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测评这3款豆腐猫砂。首先这一款是五金他们的豆腐猫砂。 在 Pet Expo 的时候看到的，就想说买一个回来试试看。这一款豆腐猫砂其实是有3个不同的选项的。这个我有的是 unscented， 然后是条状的，它也有出 crush 的，就是破碎型的。另外一个是 lightly scented 的，它是主打它有加入 activated carbon， 就是活性炭来帮助它做一个除臭的。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这一款 Fur Coco 的豆腐猫砂。Fur Coco 这个品牌他们寄给我的，可能大家对它的椰子成分的宠物保养品比较熟悉吧。然后这一个是它最新的 product， 这一款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加入一个叫做 Coconut Activated Charcoal 的一个东西，它是称之为椰子活性炭，把椰壳拿去加热到一个高温变成炭来吸附就是尿尿跟便便的味道吧。第3款我们要测试的就是这一个福丸的享静静豆腐猫砂，这一款是他们品牌的一个比较经济的版本，它的价钱比苹果木那个便宜，就是比较基本的一个豆腐猫砂。它是有2个味道的，一个是玉米，另外一个是绿茶的味道。马上进入结团性的测试。这一款五金的，它的粉尘算是中等，就是我可以看到有非常细微的飞起来，可是摸下去的话是没有什么粉。柚子已经马上在上了，因为他们的3个猫砂盆都给我们拿来开箱了，它现在有一点尿急。好，我们接着下来开第2个。我本来还期待它有一点点椰子的味道，其实没有。我闻一下。 有一点微柠檬的味道的感觉。这一款福丸的，它有这个夹链带的，所以如果你一次没有倒完的话，你还可以把它关起来。虽然这款来的时候是没有真空，但是我倒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看到什么粉尘。这个 Fur Coco 的也是没有什么粉尘，五金的这个粉尘稍微有飘一点点，淡淡的奶香味。这一款。 这个呢，我就先铲刚刚倒水的那个，不错，结团性很好，完全没有粘底。它的硬度跟这一款五金的差不多。这个刚才我铲上来的时候，粉尘稍微多一点点。这个有比较软一点点，比起这2款。接下来我们试试看它们3个的水溶性如何。 我会依照我心目中的排行榜去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个别的使用感。这3个里面对比下来，第3名其实是五金的，它在大部分的天数里面，它都是非常的粘底。我是觉得有粘到一个怀疑人生，导致它盖臭的能力也相对比较下降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有尿的团很完整的铲出来，有一些会残留在底部，所以这个猫砂使用到差不多1个礼拜出的时候，它已经就有尿骚味了。但是这个猫砂我们大概是有用到2个礼拜左右，然后在后期的时候，我们看它的粉尘都还算是可以接受，所以主要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的粘底。
接下来我们觉得使用感第2名呢，就是 Fur Coco 的椰壳豆腐猫砂。这一款豆腐猫砂第一天使用的时候，它也是年底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心想，为什么这2个Malaysia品牌都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令我失望。但是后面的几天，它有时候不年底，但是有时候又会年底，所以我认为它结团性其实没有这么的稳定。用到2个礼拜左右，它的粉尘也是还 OK 可以接受，不会非常的多。至于它的味道，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嘛，也没有什么奶香味，没有香精味。然后用到差不多第2个礼拜开始，它就有散发出一种它自己一个独特的味道，也不是尿骚味，也不是臭味，但是就是我自己本身没有很喜欢。在这3款里面，我觉得使用感最好的是福湾的这一款纯豆腐猫砂，在这3款里面的价钱相对来讲是最便宜的，基本上每一次都是有接到蛮美的一个团，也不太常年底，基本上可能它年底的可能10次里面大概只有1-2次会有稍微一点点年底，但是它年底的程度都比前面那2款来的好非常非常多，就是轻微的铲一铲它就可以从那个盆底脱落出来，粉尘也是非常的少的。这一款我是有用到差不多4个礼拜这么久。洗毛茶盆之前我有记录到，就是我在倒掉它的时候的前一刻，粉尘也不会到非常的严重，味道也还是 OK 的。希望Malaysia的品牌就是五金跟 Fur Coco 要加油，针对结团性这方面可以再加强一下那个配方吧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测评就到这边啦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个video再见，拜。